直接打1折，脚踝斩，它肯定是在这个架构层面上做了一些创新调整的。具体呢就和图中蓝色部分一样，这都是 DeepSeek R1 上做的这个架构上的创新。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 DeepSeek R1 的架构。常规大模型的架构主要是3要素、6结构、3步训练，就像图中这样。3要素的第一个数学建模，那就非常简单了。大模型都是文字接龙的模型，已知上文，预测下一个字。数学建模它是整个大模型设计的一个指导思想，网络结构和训练方法都是根据它来的。3要素的第二个就是网络结构，这部分呢是实现预测功能的软件架构。这个软件架构中，除了词源化和核采样外，剩下的都是神经网络的功能模块。所以图中词源化和核采样，我用了青色的色块来表示。词源化的功能呢，是将用户输入转化为 token， 作用是为输入到神经网络做好准备。因为用户输入的是文字嘛，那神经网络是理解不了文字信息的，这个需要先把它转化成神经网络能理解的信息。第二个模块是词嵌入，那这一部分就已经进入到神经网络内部了，它是将输入进来的 token 转化为词嵌入，目标是来理解 token 的含义。再往下的2个模块，自注意力模块和前馈网络，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transformer， 它也是整个神经网络中最主要的功能模块。这一个结构它往往会叠很多层，10层、20层、30层、40层，具体多少层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计算了。计算的方法就是 scaling law， 我们需要通过实验加计算来共同确定这个到底要有多少层。再往后的结构就是输出层了，那输出层就是把之前的预测结果转化为概率，变为人类能理解的概率之后，再输出到神经网络之外。最后一个功能结构就是核采样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神经网络之外了。核采样它是对预测结果进行一种含有随机性的采样方式，增加给到用户回复的随机性。说白了就是对最终结果进行抽签，这样就有了随机性了。不同的采样方式就是不同的抽签方案。3要素的第3个就是训练方法，在软件架构都已经实现好，代码都已经敲完之后，代码中有很多的未知数，这些未知数就是神经网络的参数。它就像我们高中学过的 x1、x2、x3， 我们不知道它取什么值，未知数的值要找出来到底取什么，它到底是等于1还是等于2还是等于3。找到这一个未知数，也就是模型参数到底取什么值的过程，我们就称之为神经网络的训练，或者说叫神经网络的学习。比较形象的理解呢，就是模型通过这一个训练的过程，学会了预测文字所需要的知识。整个训练呢，常规的大模型主要是3步。第一步是 pre-training， 也就是预训练，它是用海量的数据，也就是文字输入到模型里面，让模型自行去寻找合适的参数。这一个步骤运算量巨大，耗时非常久，算力的需要基本都在这一个环节，所以它花钱也是最多的。这一步花的钱占整体花费的 95% 以上。正因为它花费算力最多，耗时最久，模型学会知识的环节主要是在这一个环节。后续的步骤你基本上可以认为模型只是学一些表达技巧和表达方式，知识在 pre-training 预训练这一步都已经学会掌握了。预训练之后的下一个训练步骤就是指令微调，它主要的作用是和人类的表达和偏好进行对齐。最后的第3个步骤呢是 RLHF， 人类反馈强化学习，它是进一步和人类的偏好对齐。以上的内容呢，就是常规大模型的架构。DeepSeek 的团队能把训练成本压缩到原来的 10%， 直接打1折，脚踝斩，它肯定是在这个架构层面上做了一些创新调整的。具体呢，就和图中蓝色部分一样，这都是 DeepSeek R1 上做的这个架构上的创新。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大模型细节，关注一下再走哦。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